Hello guys，我现在呢在摩丁。峰哥亡命天涯里有一个关键词呢，叫做连接。看过峰哥视频的呢都知道连接是什么意思。摩丁这个地方呢，就是中国男人的天堂啊。哇，有一点点晒啊。我现在呢到了西双版纳，从西双版纳的机场离开啊，到西双版纳的高铁站。看一下西双版纳的植物，芭蕉吗？这是还是我现在为什么走进了一片芭蕉地啊？就这样走在这宽广的大街上，坐上火车了啊！一路上风景确实不错。然后这个公交车5块钱这个公交车呢，从莫憨高铁站到莫憨海关，耗时呢一共是15分钟。这是中国的莫憨口岸。出了中国的莫憨口岸，步行大概7、8分钟，也就是500米就到了老挝的莫丁口岸。已经出关了啊，过了这个门就到了老挝境内。我这里收音没有进去主要是说我出中国的海关非常的不顺利，每次呢我都要单独再验一遍身份证，而且呢工作人员会叫他的领导过来看我的信息确认无误之后才会把护照身份证还给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我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因为之前在政府工作过3年，当然那是4年前的事情了。是不是我也被打了那个边控的标签或者怎么样？这些我是不清楚的。这就是老挝的海关，过关它是收取服务费的入关10块钱人民币，出关10块钱人民币。如果兑换成老挝币的话，就相对优惠一些，分别是2万老币，2万老币相当于6块钱人民币除此之外呢，老挝是一个非小费的国家在老挝国内的其他服务均不收取小费，除非你主动要给。在老挝莫丁口岸的边上呢，有很多小摊他们出售一些电话卡，还有一些换币业务，以及一些小吃。Hello, good morning。现在呢是莫丁的早上7点钟，今天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路上呢几乎没有行人，可能是时间比较早，对吧？莫丁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以夜生活为主，白天甚至是上午都是人非常稀少很多人他是中午或者下午起来吃饭，然后呢在凌晨2、3点甚至3、4点的时候休息这里呢被称为莫丁经济开发区，对老挝来说它是一个经济特区城市，但实际上你来看的话，它的经济程度人口数量相当于中国4、5线城市的一个镇，但人口规模没那么多因为它只是一个口岸而已。然后呢，这些建筑都是中老合建的，实际操刀呢，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像这些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建完。这儿有相当多的在建设的楼建着建着就放在这儿了这些建筑大多数是酒店这个橘红色屋顶的建筑呢，就是夜市摩丁夜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这边呢，所有的烧烤摊儿就上市了。他们一般从晚上的6点左右经营到凌晨的3、4点，有的甚至4、5点。这里呢有大量的中国人来这边做生意，因为它毗邻中国的云南省。当然呢，做生意的人当中，云南省的人居多。很多饭店、酒店、超市以及娱乐服务业的老板都是中国人。这里呢也可以经常见到中国的车子。这辆车子巨昂，重庆的车子。大家好，看一下我在摩丁订的这个酒店一共是35美元，也就是人民币250多点。然后进门右手边是一个厕所，一个中规中矩的厕所。这个衣服呢湿了，我待会儿要洗一下。这是我自己的洗漱用品。然后酒店的洗漱用品有沐浴露、洗发露、小香皂，2个杯子，这应该是吹风机然后2个浴帽、2个梳子、2个牙刷，中规中矩。毛巾厕所马桶还比较干净吧。浴室淋浴间比较大，可以站2个人，但是我也用不上，我就1个人。好，外面呢，这是一个衣柜衣柜挺大的，我也没这么多衣服可挂上面还有2个备用的枕头，不够高的话应该可以垫。我看是不是棉花的，我以为是荞皮的，荞皮的要舒服一点，因为这是中国人开的店嘛有一个大镜子。然后这个桌子上呢，迷你吧，里面2瓶水、2包茶叶、普洱和乌龙，2个杯子，1个水壶。然后我不抽烟，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火柴，比较传统老火柴，很久没见这个火柴了。然后呢，这是早餐券，然后这是100元人民币的押金然后我的东西呢，我刚进来就先扔在这儿了。一个电视，这边可以坐着看一些鬼畜视频空调刚打开。然后2张床因为我也1个人，我订的时候也是比价去订的1张床不用，就空着就可以了，可以打国际电话应该窗外就是这个酒店的一个小院子。这个酒店应该也是在摩丁最大的一个酒店他自己的院子，自己的停车场。整个脸都出油了，然后有时候会熬夜，所以也长痘皮肤非常的堪忧。头发就不用说了，头发根本就没有然后这个酒店的价格呢，跟国内2、3线城市的连锁酒店差不多但在老挝来说其实是有一点贵老挝像琅勃拉邦之类的35美金可以住一个带有游泳池的那种就是环境比较优美的酒店了我在摩丁呢也就待个1天或者最多2天因为我对这边的娱乐服务业也不感兴趣。原因呢有3个，一个呢是我已经过了30岁，身体上已经也没什么精力了，然后呢也不太想请当地的大学生吃饭，还有就是我的价值观里没有感情的连接就跟自娱自乐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实际的感受也就是这样。只不过呢，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一直以来所接受的教育，对连接这个东西呢过分的看重了，实际的感受呢其实也不过尔尔，跟你呢自娱自乐或者在网上买一个什么小玩具是一样的，甚至还不如那个玩具。
所以呢，就不必学习那些出差的老板啊和退休的老头了。不过呢，到了晚上，我可以去大概拍一点虚晃的镜头，来满足一下我们部分网友的好奇心，对吧？虽然没毛，还是大概修一下。看一下现在。啊。这是一个酒吧啊，慢摇吧。这儿有一个招聘启事啊，看一下工资。这边呢都是养生馆啊，已经彩灯已经亮起来，现在才下午4点。按理来说，6、7点、5、6点才会亮起来。抓龙筋，哇，雨太大了，只有蛋挞。算了，只有蛋挞。哎呀，对面的呢，仍然是一个娱乐服务业场所。同样的呢，这边也是啊，已经上班了。兰州拉面一样的啊。然后这儿有一个乞讨的老人。现在呢，差不多已经有中国的客人进店了啊。从事娱乐服务业的女大学生们也陆续的上班了。过会儿啊，夜幕降临时，右手边的这个小房间的小彩灯就会异常的艳丽。只有这路两边的越南大学生已经上班了。大学生这儿呢很好啊，是正常的按摩足疗，而且跟越南洗头一样的，挺好的。就是我刚才理发洗头的地方。这个小彩灯也亮了啊。我现在是淋着雨，手机呢是竖屏。看一下这个夜市呢，一般现在开始准备食材，一直要到凌晨3、4点，还有人吃饭啊，非常热闹。这些房子呢，就是传说中的摩丁铁皮房。铁皮房呢，也是一个红灯啊，也是一个娱乐服务业的集中地啊。它大概是从现在开始上班啊，一直要上到凌晨1、2点，这些店才会关门。里面呢有小酒吧啊，聊天室，都有，也是每个巷子挂满了粉色的小彩灯。大客户呢还是来自咱们中国的老年同志，大概是年纪大的啊，就是60岁以上的占60%，年轻人占40%啊。现在呢，很多店铺还是关门的，等一下才会开。趁现在店铺没开，我们看一眼，不然晚上就不能介绍了啊。这边呢开的很多店铺，通通全是中国人开的，都有哪些呢？比如说湖南菜啊、云南菜，什么广西、四川都有。这个学生啊，应该要准备上班了。哇，我应该拿一把伞的，但是呢，
临时我没有伞，没有伞是一个问题。我去，待会儿我得回去换衣服，雨还是非常大。有的呢，也才在吃饭，还没有开始。真的呢，特别像薛之谦歌曲台词里的一句话，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都是上班族，现在开始上班。晚上的视频呢是手机拿在手里拍的，然后收音也有点问题，尽量呢不要暴露别人的隐私，对吧？不要刻意的去拍到别人。我正常走路就好。如果哪位老铁不小心出现在了我的镜头里，如果你不愿露面，请尽快联系我，帮你打上马赛克。夜幕降临之后呢，街上的老铁们开始出来觅食了。这里有2位商务男士在等待爱神的灵性。那实际上呢，这些粉红小屋的幕后老板，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大多数都是中国人，有的呢做了10多年的老板了，因为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知道这些中国人最大的需求是什么，需要在多长时间内满足他的这个需求，所以呢，摩丁的粉红小屋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一些主流城市，像胡志明或者曼谷，或者普吉岛、芭提雅之类的都不太一样。那些粉红小屋呢，肯定先是喝酒跳舞造起来之类的但摩丁呢，它基本上是一步到位，这呢就正好满足了咱们国人的喜好。那因为其他国家呢，它的成长环境之前就是相对自由的所以呢，他对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大的刚需他可能会体验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是个英国人，对吧？我想来一下泰国玩一趟他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但是呢，很多我们中国人目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呢，中国是没有这个环境的。总的来说呢，我认为像摩丁之所以存在，它是市场化的结果，而且呢是相对开放竞争的市场。如果没有这些娱乐服务业，国内的单身男士那么多的剩男，他们的压力去哪里释放？难道选择犯罪吗？对吧？那些高工资的退休老人，他们的退休金去哪里花？对吧？什么好吃的之类，在国内的机关食堂早就吃够了。出来逛，虽然年纪大了，身体不行，但是过过眼瘾也好。而对于老挝、越南的这些女大学生，如果没有这些行业，他们的收入谁来保障？你给他发低保吗？对吧？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绝对不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这个行业和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以及在这个行业里消费的顾客。我认为一切都无可厚非。有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是呢，针对已婚的男士，那已婚的男士身为老婆
你为什么管不好你的男人，或者说你的吸引力又在哪里？再或者说，也许你们的婚姻从根本上就是失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最后呢，说一句，摩丁，他是一个单身男士和退休老人来了就不愿意离开的城市。对于我们中国国内很多人来讲，摩丁也许连一个小镇都算不上，但是对于这些有需求的人，这里就是大都市，它比北上广深更像一个大都市。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们能把你留下来，更不想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哦，幼稚的男孩，